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办公室表示，首相桑切斯将于本月访华，行程共计6天，将到访北京、上海2座城市。桑切斯去年3月也曾访华，并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隔1年多再访华，桑切斯这次带来哪些议题？在欧方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背景下，桑切斯此访带着哪些目的？来看报道。 西班牙首相办公室8月30号宣布，首相桑切斯将于9月7号至12号访问北京和上海。西班牙贸易副部长将随桑切斯出访中国。桑切斯上次访华是去年3月，当时他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式，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在与他会见时强调，中西双方应该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谋划两国关系，打造具有战略定力的双边关系。中欧都坚持多边主义，希望西班牙为促进中欧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桑切斯回应表示，西班牙愿与中方保持坦诚沟通和对话，不断增强互信，深化双边互利合作，特别是电动汽车、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加强在气候变化等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努力推动西中关系进一步发展。今年2月，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在接受中国驻西班牙兼驻安道尔大使姚静正式递交国书时表示，西班牙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不断促进西中友好。近年来，中国与西班牙经贸合作亮眼，从2020年的379亿美元扩大至2023年的486亿美元，增幅达28.23%。中国已成为西班牙在欧盟外的第1大贸易伙伴，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的重要合作伙伴。实际上呢，那么去年桑切斯他的这个对华访问，实际上他一定程度上是代表着当年西班牙作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国的基础上，他去引领跟塑造这个对华关系，那么与中方就很多的国际与双边的重大问题加强沟通。时隔1年呢，那么桑切斯首相再次访华，体现到了那么西班牙希望进一步的在这个中欧关系以及在欧盟内部在一些重大事务上的这个影响力上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在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持消极态度。在此前欧委会举行的咨询性投票中赞成加税。今年6月，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展开反倾销立案调查。西班牙是欧洲最大猪肉出口国。根据西班牙猪业联盟的统计，2023年西班牙向中国出口了超56万吨猪肉相关产品，价值12亿欧元，约合94亿元人民币，占中国猪肉进口总量的21%。西班牙养猪户直言，没有其他市场能替代中国。有观察指出，桑切斯这次访华，关税和贸易问题也将是双方重点讨论的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仍是临时性的，要到11月的正式投票才会做出最终决定。据欧盟规定，要阻止该决定，27个成员国中需有15个成员投票反对，同时他们代表的人口数量至少占欧盟总人口的65%。西班牙人口近4800万，在欧盟内属于第一梯队，拥有不小的话语权。分析认为，欧盟对华电动车加税的概率较高，但在税率方面仍有讨论空间。因此，西班牙的意见十分重要。消息人士透露，桑切斯将在访华期间主持第9届中西论坛开幕式，并出席多个商务会议，这显示西班牙十分重视对华贸易。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国际商会也已宣布，中国贸促会将与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部、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合作，并于9月10号在上海浦东举办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聚焦中西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两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人士等约400人参加论坛。中西论坛成立于2003年，是推动两国全方位合作的机制性高端对话平台。中国跟西班牙在这个经贸领域的这个互补性很强，两国都需要这种发展动力上的这个需求的这个背景下呢，那么中西也是希望能够拓展更多的这个共同利益。还有观察认为，桑切斯此次访华还有一层外交意义。今年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将西班牙作为新春首访的目的地，体现了中方对发展中西关系的重视。桑切斯此行也可以视为对中国的一次回访，旨在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有分析指，西班牙正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作为欧盟成员国，西班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欧盟的整体政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西班牙又不得不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在当前全球
球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维护本国产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卡洛斯·奎尔波此前曾透露，西班牙正通过欧盟寻找解决方案，既避免所谓报复措施的升级，也保护本国相关出口商与其他企业的公平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秘密投票中，与西班牙一同投下赞成票的意大利，其总理梅洛尼也在7月底率领阵容豪华的商业代表团对中国展开了访问，重点在于合作。习近平在会见梅洛尼时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唯有坚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才会带来共赢发展。梅洛尼表示，一方反对脱钩断链和保护主义，愿为推动欧盟同中国关系走深走实发挥积极作用。实际上呢，那么无论是对于意大利、西班牙还是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那么希望推动这个产能合作通过这种引进这个产能先进技术的这个方式，那么进一步的去升级跟嵌入全球绿色交通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特别是与中国方面的这种产能优势进行一个互补跟合作，那么打造出来这种中欧之间这个产能的这种利益共同体，那么也是中国以及欧洲国家的普遍的一种考虑。有分析认为，近期欧洲多国政要访华，有借关税问题希望拉中国电动车企业赴当地建厂的意图，而中企赴当地投资也有利于减轻加税影响。但汽车行业投资巨大，需要稳定的双边关系为投资保驾护航。但目前中欧投资协定被欧洲议会搁置，欧方动辄以加征关税相威胁的做法，也打击了企业家的投资信心。深圳卫视注意到，上月底开始，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胡安马·莫雷诺展开了对中国的一连约10天的访问，以期推动中国电动车企在当地投资设厂。在莫雷诺访问期间，当地政府宣布，中国电解槽制造商 High Green Energy 将在该地区投资20亿欧元建设一座绿氢工厂。就在今年4月，中国第3大汽车制造商和最大的乘用车出口商奇瑞就与一家西班牙汽车公司签署协议，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成立合资企业，生产新型电动汽车，总投资约4亿欧元。该生产基地位于原日产工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时也出席了签字仪式，其最终目标是到2027年年产量可达5万辆汽车，并预计到2029年达到15万辆。西班牙有较为完善的汽车产业链和成熟的工业基础，西班牙的汽车生产在欧洲排名第2位，全球排名第9位。9家跨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开设工厂，年产220万辆汽车及38种不同型号的汽车，其中包含19款电动车。该国汽车行业的营业额超过1000亿欧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无论是在西班牙的这个政界、商界还是这个地区层面上，那么都希望通过这种加强双边合作，那么加强这种产能互嵌，实现转型升级。以欧盟委员会为代表的这些欧盟机构在推动的在电动汽车领域加征关税的这些做法，它实质上它并不能阻挡这种开放以及共赢的这种合作大局。那么反过来，可能也不利于它自身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我们看到了，那么虽然说，那么中欧之间在这个领域的这个谈判是十分艰难的，但是双方都知道，那么在这种螺旋方面，来导致贸易上的这个纷争，它并不符合双方的这个利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计划下周访华，对当前中欧贸易局势会有什么影响吗？主持人好，目前呢，中欧贸易局势的确紧张。欧盟委员会在8月20日宣布，将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为期5年的额外关税，对比亚迪、吉利和上汽集团的加征税率呢，分别是17.4%、19.9%和37.6%。当然呢，也包括对特斯拉的加征关税。中方呢也办好了筹码，要是欧盟执意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呢将对欧洲进口的农产品、猪肉制品、干邑白兰地等启动反补贴调查，要加征额外关税。西班牙呢是欧洲最大的猪肉出口国，中国去年呢有22%的进口猪肉来自于西班牙，价值呢是12亿欧元。现在西班牙首相访问中国，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呢，就是希望中国手下留情，不要对欧盟的猪肉产品增加关税。欧盟呢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地区，对农牧业的补贴每年呢大约是390亿欧元，
但是农民呢仍然有很多的要求，对欧盟的政策不满，动不动呢就开着拖拉机进行跨国抗议，尤其呢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农民。如果中国对欧盟的农产品进口增加关税，必然呢给西班牙等国的农民增加成本和负担，给西班牙政府呢带来政治压力。所以如果中欧能够就关税问题进一步的谈判，尽可能的避免或者是减少贸易战，那么将符合双方的利益。西班牙首相访华呢，就是要做这样的努力，看能不能找到关税方面的谈判空间。欧盟在8月20号已公布了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额外关税草案，为期5年，预计在10月开始征收。中欧还有关税谈判的空间吗？中欧贸易谈判的空间呢还是有的，起码还有推迟执行的可能。欧盟在8月20日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决定草案以后，中国商务部呢马上宣布对欧盟部分乳制品展开反补贴调查。中国呢已经对欧盟的猪肉制品、干邑白兰地等启动了反补贴调查，还要呢对来自欧盟的大排量燃油车增加关税。西班牙首相访华就预示着呢还是有谈判的空间。中方呢初步裁定欧盟出口到中国的白兰地存在倾销，损害了中国国内相关产业，但目前暂不采取临时反倾销策略，也是给中欧呢继续讨论关税问题留下了一定的空间。那么从欧盟方面看呢，虽然欧盟拿出了对中国电动车增加额外关税的决议草案，要在10月底生效前被推翻呢，是需要15个国家来反对。在8月份举行的预投票中，有12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其中呢包括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另外有4个国家反对，11个国投了弃权票，德国、芬兰及瑞典呢都投了弃权票。这就可以看出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还没有形成多数成员国赞成的局面，还是有商量的余地。即便呢欧盟为了政治一定要加征关税，税率似乎仍然可以谈判。欧盟国家呢实际上需要中国的电动车，就像中国市场呢需要欧盟的农产品，双方共同努力还是有更好的选择。不过呢，欧盟更愿意让中国的车企到欧洲设厂造车，既可以躲过加征关税，也可以呢为当地这个增加就业机会。那么我个人的估计是，中欧贸易战可能会打起来，但规模呢可能会缩小，税率呢会下调，双方呢谈判的空间还是有一些，但是呢比较有限。美国总统国安顾问沙利文访华后，美国贸易代表推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的高额关税。那您觉得中美贸易关系会好转吗？美国贸易代表决定推迟对中国的新三样加征高额关税，与沙利文访华呢是有一定关系。沙利文访华呢是为了两国在安全、贸易和地缘政治上保持沟通做出的努力。他接受访华以后举行了记者会，说美国呢不会过多的限制对华贸易或者是投资。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随后说，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美国呢在继续制定和修改最终的决定，就是说可能在税率方面再做调整。另外美国推迟宣布对中国新三样加征关税已经有好几次了，这里面呢大概另外有3个原因：一是美国企业给政府呢发出过很多的建议，要求推迟或者是取消加征关税；二是与美国大选呢有一定的关联，是否放宽对中国的关税有可能成为哈里斯大选活动中首个重大的贸易决策；三呢是美国通货膨胀率呢下调到了3%以下，美联储准备降息，要是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有可能呢再次推高美国的通胀率。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个美国最后怎么宣布对华关税政策，这对中美关系转换呢是有一定影响的。日本2025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8.5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重点部署小型卫星网络，用来探测和追踪敌方舰艇、潜艇、导弹等目标。这一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转变视角，卫星从太空探测潜艇和隐身战机具有巨大的优势。来看详细分析。
日本连续13年增加防卫预算，2025财年申请的预算额已高达8.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155亿元。其中，日本防卫省将反击能力建设列在了最高级别，并划拨9700亿日元用于与这些能力相关的项目费用。其中约1/3，也就是3232亿日元，将用于建设小型卫星网络。所谓卫星网络，是指在同一轨道上部署多颗卫星而形成的网络。日本防卫省表示，计划招募企业投资和管理该卫星项目，将其发挥出天空之眼的作用。重点是通过卫星网络探测和追踪日本认为可能来犯的舰艇和远程导弹以及他国军事基地，预计于2028年初全面投入运营。据悉，日本政府目前运营有3种类型，共10颗可用于信息收集的卫星，用途包括防灾救灾、海洋监测以及军事监测。但防卫省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这些卫星每天只能拍摄2次照片，不能用于锁定移动目标。因此，日本建设该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信息收集能力。据悉，日本拟建的小型卫星重量约为100千克至500千克，可被发射至离地面400千米左右高度的低轨道。其在运行时，通过自带的传感器和摄像头对地面和海洋情况进行监测。日本建构小型卫星网络，其实去年就有这样的一个风声。那时候一个说法就是，日本可能要建立由50颗小型卫星所组成的卫星群，而重点是进行这个周边国家一些导弹相关的一个追踪。但根据目前最新的一个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讯息，除了跟踪导弹以外，像解放军的船舰、飞机，乃至于说一些重要基地设施它相关的建设，那日本都认为它有必要进行一个这个卫星能力的强化。深圳卫视注意到，2017年年底，日本曾成功发射一颗超低轨道技术试验卫星，在轨验证了超低轨道高度保持、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等关键技术。该卫星是世界首颗具有变轨能力的超低轨道卫星，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研制、发射和运管。30电机公司是卫星主承包商，卫星项目总经费约2.2亿元人民币。据悉，超低轨道技术能够迅速增强战场信息获取能力，军事应用潜力巨大，可以实现平时普查与战时详查应用。值得一提的是，小型卫星的特点之一就是造价远低于传统大型卫星。以2021年佳能电子给出的销售价格为例，一颗小型卫星价格为10亿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6200万元，而一颗大型卫星的价格则为数百亿日元，起码是小型卫星的10倍。而多颗小型卫星联动运行，同样可增强信息收集能力。因此，在压缩成本的同时，小型卫星网络同样具有容易获得目标数据的优点。如果发射小型卫星的数量超过30颗，几小时内它们就可将监测范围覆盖全球。一般而言，卫星技术以其覆盖范围广、实时性强等优势，成为海上舰船和潜艇探测、跟踪、定位和识别的重要手段。卫星通过接收来自海上目标的反射或辐射信号，获取目标的位置、速度等信息。其中，雷达卫星利用电磁波探测目标，光学卫星则利用可见光或红外线进行探测。这些卫星还可以通过多普勒平移等技术，实现对海上目标的跟踪和定位。此外，利用卫星识别技术，可以通过对目标特征的提取和分析，对海上舰船和潜艇进行识别。有观察指，日本打造卫星监视网，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太空跟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动向。众所周知，普通弹道导弹沿抛物线飞行，轨道容易预测；但速度为音速5倍以上的高超音速武器，则可在大气层内沿不规则轨道飞行，变化复杂，难以被地面雷达发现和监测，因此拦截难度很大。但如果使用由多颗高分辨率卫星组成的监测网，对高超音速运动体实施接力跟踪，便可有效掌握其轨迹动向。日本认为周边的像北朝鲜还有中国大陆，其实它的导弹发展非常的快速，尤其是这几年，像这个高超音速武器，那不只是解放军有很成熟的高超音速武器，连北朝鲜事实上在这个部分发展也很快。因此当时的说法是，这些小型卫星群将和美国进行一个合作，用于跟踪，那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之内的所有的导弹发射的相关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从2003年起，日本就开始发射反潜卫星，组建卫星监视网络。反潜卫星发现潜艇大致有3种运作模式：一是侦察照相，对于处于潜航状态的潜艇或者停泊在港口的潜艇进行卫星拍照；二是具备红外成像或热成像功能的反潜卫星，通过探测潜艇热源来确定其位置。尽管潜艇深潜于海面之下，但无论是常规动力潜艇还是核动力潜艇，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热源信号。当排除该海域的水面舰艇外，便可锁定相应潜艇。三是与激光探测技术相结合，反潜卫星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公开资料显示，一款搭载了新型激光器的反潜卫星，可实现对水下500米目标的探测，而一般潜艇的下潜深度为200米，先进潜艇可达600米的极限水平。此外，潜艇有时需要上浮，卫星对此类目标的监测令其无处遁形。3年前，美军核潜艇南海碰撞事件被中国商业卫星拍摄的消息令许多人印象深刻。2021年10月，美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南海水域执行所谓人道主义撤离行动时，与未知的海底山脉相撞，发生严重损坏。康涅狄格号随即上浮离开。虽然美海军对此事严格保密，但高分辨率卫星通过目标识别、影像分析、信息提取等手段，判断出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攻击潜艇停手导流罩存在严重破损，艇身前端结构有所缺失，且消音瓦和黑色涂漆损坏脱落，揭开了美军的遮羞布。因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卷入金华城弊案，事件仍在延烧。8月31号下午，被检方申请羁押后，柯文哲被辗转送往台北地方法院地下候审室。羁押庭开庭时间为9月1号晚上8点，裁定是否羁押柯文哲。据岛内媒体报道，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任职台北市长期间放宽金华城容积率至840%，引发争议。8月30号，岛内检联单位对柯文哲进行了搜查，历经12个小时询问，柯文哲于31号凌晨抵达台北地方检察部门复讯。不过，柯文哲因拒绝夜间侦讯，遭到检方当庭逮捕，其律师申请提审被法院驳回。检察官认为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有灭证勾串之余。当天晚间，北检对柯文哲申请羁押禁见。所谓羁押禁见，指的是法院裁定羁押被告，并且禁止被告与外人见面的强制措施。据岛内媒体披露，柯文哲当晚被安排在一个仅约10到15平米的候审室，设有折叠床，并提供了一次性盥洗用具等。房间内有监控摄像头，配有蹲式马桶，但无法自行冲水。据悉，柯文哲胃口似乎不好，晚上只吃了少量面包及少量饮水。当晚，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在民众党民代黄珊珊的陪同下现身北检，对着场外支持柯文哲的群众4度鞠躬表示感谢。他哽咽说，柯文哲目前不知道外面的状况，但看到不实的新闻满天飞。我绝对相信我的先生柯文哲柯主席的清白，说我们有什么大量不明的财产来源，这个我要说，这个都不是事实。有上百名柯文哲的支持者彻夜守候，有人情绪激动到落泪，也有人痛斥民进党当局大搞政治追杀。这是一个选择性的办案。柯文哲被批捕后，民众党深夜紧急发表4点声明，强烈谴责检方罗织罪名。9月1号一大早，民众党中央紧急应变小组召集人黄国昌等人再度召开记者会，要求北检说明谁在放话，不要只以不予证实混过去。黄国昌强调，对检方如此践踏法律程序的办案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只会让司法成为政治追杀的工具，不是实现人民期待的公平正义。有民众党成员向赖清德喊话，要求赖摸着自己的良心问自己。那等到柯文哲垮了，民众党垮了，第三势力垮的，回到了蓝绿对决，第三势力在台湾政治版图里面不大可能再出现了。根据程序，台北地方法院将于1号晚8时召开声押庭，裁定是否羁押柯文哲。柯文哲此番被查，与其在担任台北市市长期间金华城购物中心改建申请或通过一事有关。位于台北的金华城购物中心系微金集团投资产业。2011年，金华城方面曾以经营不善为由，向台北市政府提出土地使用修订申请，希望将容积率从392%提高至560%，但被市政府拒绝。
2016年，金华城再次向台北市政府陈情申请提高容积率，当时台北市市长已由柯文哲担任。2年后，台北市政府将金华城的容积率定为560%。2021年，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再将金华城容积率提高至840%。对此，有舆论质疑柯文哲在相关决策过程中护航金华城业主，而当时负责工程业务的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目前同样被申请羁押禁见。据悉，柯文哲一旦被最终认定违背职务受贿、图利等罪名成立，恐将面临10年起跳的重刑。柯文哲或将成为继陈水扁后，台湾政坛锒铛入狱的第2个重磅级人物。那如果2个都成立，图利罪又成立，违反职务贪污罪成立的话，依我来看，以金华城的这个案子规模这么大，应该在12年到15年以上。可是如果说最后只有图利罪的话，那么应该就在5年到7年之间。以柯文哲目前对于法律的理解跟他的律师团的水平，我会比较悲观。分析指出，柯文哲从10年前在岛内政坛刮起旋风，到5年前成立民众党，再到率领党团拿下8席民意代表，其主打的招牌就是自称超越蓝绿，还被岛内舆论认为是立法机构内的关键少数，具有掣肘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能量。而如今，如果柯文哲倒下，势必将对整个岛内政坛产生巨大震荡。对于柯文哲被检方带走一事，赖清德至今没有正面回应。党内舆论分析，民众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民进党的支持者，与国民党的蓝白合更是对民进党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一旦民众党垮台，赖清德无疑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赖清德是有高人指点，怎么去运作？他是为了把柯文哲的人设打崩掉，让支持柯文哲的那369万票，我们戏称为小草的年轻人，让他们回归，他才能够在台湾有了大权一把抓的民意基础吧。所以他一定要把柯文哲置之于死地的。另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司法机构正副负责人及其余5名所谓的大法官名单8月31号出炉，引发岛内强烈反弹。以往提名所谓大法官都需要有法官的从业经历，而赖清德当局公布的所谓大法官被提名人名单中，仅有1人有法官资历，其中的姚立明甚至连司法相关背景都没有，但他曾担任赖清德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竞选总部主委，是赖清德的心腹。帮过赖清德竞选的就可以鸡犬升天，我觉得是很大的争议。中国国民党团痛批这份名单根本就是民进党的政治酬庸，凸显了赖清德当局任人唯亲，是对台司法机构所谓大法官这个职务最大的羞辱，更赤裸裸地向世人宣告，所谓大法官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打手。提名的结果当然让大家蛮惊讶的，好像一副好像是在报恩哈，大法官不应该是赖清德报恩的一个机会吗？当地时间周6，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台北地检署以嫌疑重大为由羁押，一时间舆论哗然。那您如何看待案件缠身的柯文哲以及留在他身后的台湾民众党呢？是的，程倩，我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相关案件正在调查取证阶段。在柯文哲被台湾有关检调单位正式起诉，直至判决之前，柯文哲都只是嫌疑人。事实上，这几天沸沸扬扬的台湾岛内舆论场，无论什么立场，政论节目都在显要位置上打上了未经判决疑罪从无的免责标签。柯文哲确实摊上事儿了。在今年113节点当晚，我曾撰文表示，3党不过半，台湾一定乱。您瞧，这不就乱了吗？我一度建议台湾民众党一定要抓紧未来一段时间，逐渐实现政党的去柯文哲化，栽培更多的政治明星，努力摘掉所谓柯文哲一人政党的标签。成也柯文哲，败也柯文哲，这恐怕是民众党最大的命门。据了解，台北市地检署设立了专案组，将多条针对柯文哲以及民众党的案件合署办案。这意味着柯文哲以及他的律师需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金华城案而已。这恐怕是横跨他在台北市长任内，直至今年台湾地区2项选举之后的系列案件侦查。如果说所谓政治现金假账案柯文哲还能以被手下蒙蔽为由开脱，那么金华城案就显得对他更加不利了。眼下这个案件有2个关键要素有待厘清：第一，
柯文哲曾经的副手、时任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的供词，是否将主要决策责任归咎于柯文哲？第二，台湾各县市是否有过类似金华城容积率如此翻倍的案例？比如说，在高雄市长陈其迈任内推动的高雄国宾大饭店的容积率奖励，甚至高达1142%的水平。如果柯文哲因此获罪，那是不是陈其迈也要去高雄地检署里坐下来交代一下案情呢？还是说台湾的司法单位只信赖而不被台湾民众所信赖呢？抛开金华城案不论，他对公股黄珊珊的失察，对夫人陈佩琪的失管，对母亲何瑞英的放任，对旧部蔡壁如的放逐足以折射一位政治人物从寂寂无名到声名鹊起，从眼看他起高楼再到摇摇欲坠的一路迷失。作为一位很会选举的台湾政治人物，柯文哲一度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他说垃圾不分蓝绿，他说猴子不是爬到树上屁股才红，是爬到树上才被看到屁股红。那么好了，柯文哲现在恐怕已经爬到了树上，他的屁股也被所有人检视，这就叫高处不胜寒呐。那么另一方面，岛内也有声音认为，柯文哲弊案缠身也是赖清德所代表的民进党执政方面的政治清算。想请教一下吴先生，您是否赞同这种说法？赖清德出招背后的图谋又是什么呢？我当然赞同，这就是赖清德代表的民进党执政当局的政治清算，只是他的手段颇具迷惑性与隐蔽性。就在今晚，赖清德执政100日首次接受绿媒的专访，在岛内电视频道播出了。围绕近期岛内热议的一系列司法案件，赖清德的说法颇有些高高在上。他说，不分政党，不分何人，只要有证据就依法侦办。请注意，他将不分政党摆在了论述的最前面，说的就是前不久英系大佬郑文灿的贪腐案。赖清德摆出了一副所谓六亲不认的姿态，就算是民进党的高官，他也照查不误。可这里头的弯弯绕绕就多了。从岛内政治的大局上看，郑文灿确实是赖清德的所谓党友，但从民进党的派系斗争维度上看，那就是赤裸裸的敌人了。赖清德高举肃贪不分政党的大旗，实际上既敲倒了党内政敌，也扳倒了党外对手，实际上是将党同伐异的范畴扩大化了。从这个意义上看，赖清德不仅是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更是台湾政治史上少见的毒夫。可以合理推测的是，在先后利用司法武器接连针对民进党、民众党之后，赖清德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国民党。目标的选取当然也是有针对性的。谁将在2026年台湾地区9合1选举中崭露头角？谁在为2028年台湾地区2项选举积蓄能量？谁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台湾司法检调单位的眼中钉。也就是说，赖清德上任之后，首要关注的事情不是如何兑现竞选承诺聚精会神地服务好台湾民众，而是处心积虑地扳倒那些有可能在未来4到8年挑战自己执政地位的潜在对手。我们恐怕正在面对一个论述空洞、不善执政却极其心狠手辣的台独分子。在这里，我有必要补充一份新鲜热辣的民调。今年8月上旬，台湾汇流新闻网进行了一份台湾司法公正时事调查民调。在这份有效样本为1077人、误差率为2.99%的民调当中，有将近49.2%的受访者对台湾的司法公正没有信心，表示有信心的占39.6%。请注意，这份民调是在郑文灿落马、柯文哲现金丑闻东窗事发之后做的。即便如此，台湾民众对司法部门的看法依然呈现出负面的趋势，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等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其中有158架被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与此同时，一架西方援乌的 F-16战斗机近日刚刚参战就坠毁的消息仍在持续发酵。作为美军3代机经典机型的 F-16，是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数量最多的战斗机之一。此次为何一上俄乌战场就折戟？眼下西方援乌武器装备的战损情况又如何？能否支撑乌克兰反攻的野心呢？来看详细分析。
俄罗斯国防部称，自当地时间1号凌晨起，俄军防空系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共击落158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至少有5架飞往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的无人机被摧毁。布良斯克州州长博戈马斯则表示，大约26架在布良斯克边境地区被摧毁。此外，沃罗涅日州有10多架，库尔斯克州、利佩茨克州、梁赞州和图拉州也各有数架。俄方称，此次袭击尚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8月29号晚证实，乌军一架 F-16战机26号遇袭坠毁，驾驶该战机的乌克兰王牌飞行员奥列克西梅斯丧生。根据乌军通报，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境内多处能源设施发射了200多枚导弹和无人机。乌军多架 F-16战斗机与乌防空导弹部队共同抵抗俄军袭击。期间，梅斯驾驶的 F-16战机击落了俄方3枚巡航导弹和一架攻击型无人机，不久后便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直到被发现击毁人亡。乌军声明称，梅斯被追授上校军衔。然而，有关战机坠毁的原因仍众说纷纭。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称，战机并非被俄军火力击落，真实原因可能包括飞行员操作失误或机械故障。一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甚至质疑，这架 F-16是由于乌军不同部门之间协调出现问题，被己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误击而坠毁的，但以上都被乌军方否认。目前，乌国防部已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坠机原因展开调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导弹和就是自己的这个飞机 F-16相撞是一种可能啊，因为他的飞行员没有来得及跳伞，也就是说，没有这种机会或者是时间了，那也可能是自己的误伤。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签署总统令，解除乌空军司令奥列修克的职务，并强调有必要加强乌空军指挥水平，以更好地保护人民和空军人员。第二天，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乌空军司令被解职与此次 F-16战机坠毁事件有关。他表示这是2个独立的问题，并强调乌军方正在就战机坠毁展开调查，调查过程也向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开放。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向西方索要 F-16战机，以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第一批6架战机上月初才抵达乌克兰。泽连斯基8月27号首次对外证实 F-16被用于实战。然而到货才不足1个月，其中1架就被摧毁，如今只剩5架，还损失了1名王牌飞行员。有分析认为，这对乌军士气将造成不小的打击。飞机是最好的飞机，飞行员是最好的飞行员，那说明呢？就是他的这次损失是非常严重的。乌克兰现在在开局使用就是 F-16的时候，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导致了2个重要的后果。第一个就是西方对乌克兰空军使用 F-16的这个信心，就是我给你这种飞机，你能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我今后还要不要给你再继续提供？这个是对西方援乌的一种打击。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乌克兰自己方面在未来使用这个战机的时候，它也会对整个就是在军事上使用上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F-16战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于1974年首飞，距今已整整50年。这款在美军越战经验基础上研制出的战机，单发布局，体型精巧，质量较轻，具备极强的机动性和相对理想的续航能力，再加上制造成本和价格较低，可谓物美价廉。自1978年起就被大规模列装美国空军，成为美军3代机的经典代表。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期间，该机型更是大展拳脚，让世界见识到了它在近距离空战等方面的优势。从那以后 ，F-16被大量出口到以色列、土耳其、埃及、韩国等世界其他国家。直到今天，全球仍有约25个国家在使用这款战机，其中以美国和北约成员为主。但据披露，乌军获得的这批 F-16战机是已经服役近40年的老旧款 F-16A/B， 多是荷兰等欧洲国家为接手 F-35等更先进美制战机而淘汰下来的二手货。时事评论员曹卫东认为，北约有关国家一面做出援乌姿态，一面实现自身空军能力升级换代的目的，可谓各怀心思。这也意味着拿到相对老旧型号 F-16的乌克兰要面临战机性能、武器装备落后等带来的战场劣势，并不能因为就是乌克兰在战场上刚一使用 F-16就击毁人亡了，发生这种事故了，就全盘否定 F-16的作战性能。其实这是不对的。
在下一步的维修或者使用中呢，西方呢仍然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武器装备，但是在维修保障上呢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啊，因为你维修不好，你没法在战场上使用啊，这个也给就是后续啊使用这种战机呢带来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乌军首架 F-16坠毁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研究派遣美国承包商前往乌克兰维护 F-16战机和其他武器的提议，但情报界人士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眼下基辅的美国使馆人员十分有限，他们担心一旦被派往乌克兰的美国民间企业代表遭到袭击，五角大楼将缺乏足够的应对计划。目前，拜登政府尚未就此做出最后决定，但据披露，相反，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承担更多维护 F-16的责任。报道称，预计欧洲国家将会介入，为援乌美制飞机和其他武器提供维护和人员支持。因为这个 F-16呢，是美国制造的这个军机，从配件或者维修，当然是美国的这种技术能力最高，但本身美国和西方提供给乌克兰这种战机，就俄罗斯进行了这种严厉的抗议。那么美国呢，也要避免就是进一步的和俄罗斯的这个矛盾上升。除了 F-16以外，在俄乌战场上折戟的西方援乌装备也不在少数。去年6月，德国援助给乌克兰的最先进的豹2A6主战坦克，刚一踏上战场，就被俄军以152毫米火炮、柳叶刀巡飞弹等远程精确火力爆头。当时豹2被击中起火燃烧的视频传遍网络，据称极大影响了这款德国造明星坦克的销量和口碑。遇到类似状况的还有美制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这款美军现役最先进的履带式步兵战车，上场不到半年就损失了17辆，占美国援乌该型装备总数的15%。外界注意到，去年夏天乌方发起反攻之际，西方援乌武器装备战损率就已经达到30%左右。有观察指，导致西方武器水土不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乌方缺乏体系完善的作战支撑，再先进的装甲力量也难以充分发挥战力。德国的豹2坦克呢，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坦克之一。那为什么会折戟在就是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呢？因为就是乌克兰它在和俄罗斯作战中呢，还很难形成一个体系上的优势。比如说，它没有制空权；比如说，它要进攻，在冲地雷区的时候，你没有前面的扫雷车，没有其他的排爆的这些工兵在前面，你直接就把这种重型坦克开上去，那可能这个履带就会被炸毁。那这个本来很先进的坦克，它就成了这个瘸子。就瘫在哪个地方了。再有一个就是，当你这个坦克攻进去以后，对方有武装直升机，它可以用火箭弹从空中来追着你的这个坦克来打，所以很难发挥出它原来这种速度快啊，这个装甲这个好和这个进攻就是毁伤力强这种优势。